昨天刚和老公离婚，第二天前夫他妈和他爸一起找上门，甚至还带着那个怀了孕的第三者，张嘴闭嘴就让我去尽妇道，赶紧去照顾前夫。我反手掏出离婚证扔到他们眼前，不过既然那么想让我去看的话，那就让我好好看看妈宝男和第三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昨天刚刚离婚，本想着今天是个新开始，一早就在小区的公园里散步，忽然我前夫的老公和他爸忽然出现在我眼前，本以为他们只是路过，却没想到前婆婆刘梅忽然冲上来就拉住了我的手，几乎是身体下意识的反应。我猛地就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在空气中甩了2下。这个刘梅以前没少说女人身上都脏，这是天生的，让我从前吃了不少苦头。如今既然已经离婚了，我可不会惯着她。或许是没想到我的速度这么快，刘梅刚酝酿出来的哭丧脸顿时僵住了。干嘛？我不耐烦地问道。听到我提出问题，陈建国用胳膊肘拨了一下刘梅，我看着他们2个眼神相互交汇，顿时就猜到了，他们肯定没憋什么好屁。果然，下一秒刘梅就连哭带唱起来：陈诚出事儿了，你可得回去照顾他呀。这短短一段话带给我的信息，让不亚于天雷在10几万人里面劈中了我。出事，快死了，幸灾乐祸的话从我嘴里说了出来，让刘梅和陈建国2口子顿时皱起了眉头。你们2个好歹还是夫妻，1000年才修的共枕眠，你一个生不出孩子的，我儿子都不嫌弃你，你现在竟然还敢诅咒我儿子！刘梅声音尖锐有力，说话时候的威胁力不亚于女高音。听了将近1年的时间，我对这个已经免疫了，也懒得继续听他说什么扶为妻纲，直接问道：所以到底是不是快死了？刘梅听见我这话，本来还想发火，陈建国把自己的手搭在了刘梅已经伸出来指着我的手上，然后自己开口说道：陈诚昨天出了一场车祸，医生说估计以后都要瘫在床上了。说到这，陈建国又抬头看了我一眼，想看看我的反应。我想着你们毕竟也是夫妻一场，你现在收拾一下，去医院里照顾他吧，以后他的孩子也会记得你的恩情。陈建国这一番话说完，我都要雷死了。陈诚和我已经离婚，虽然只有1天吧，但那在法律关系上已经是陌生人了。陈建国这一番话还真是倒反天罡，忽然发现转角那里有一个粉裙角，我的脑子里顿时猜到了什么，2、3步就走到了那里，果然看见沈淑燕正在那里偷听。看了看她已经显怀了的肚子，我回头去看那2口子，他们顿时十分紧张地跑了过来，像是生怕我伤害沈淑燕一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昨天他们2个就已经领结婚证了吧？昨天我刚和陈诚拿到证件，沈淑燕就耀武扬威着自己那个肚子，和陈诚又进了一次民政局。现如今陈诚遭了报应，反而让我去伺候，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见我把矛头对准了沈淑燕，2口子顿时一个比一个紧张起来。她现在肚子里有了我们陈家唯一的种，你生不出来就算了，难道要让我们陈家断子绝孙吗？陈建国的话充满了威严，如果是以前我或许还会听，但是现在我只觉得他在放屁。那你们2个怎么不去伺候，有手有脚的，让我一个前妻去？听见过这个话，刘梅忽然激动起来，那个手都要指到我脑袋了，还不停地戳戳。我们俩把老骨头都多少岁了，
你这个女人的心思居然这么恶毒，还想让我们去医院里累死累活的伺候。刘梅这一番话说的，我直接就翻了一个白眼。陈诚现在就算是死了，也跟我没任何关系，大不了你们报警吧，懒得再和这群有病的掰扯。我转身就要离开这里，沈淑燕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跑了过来，抓住我的手。眼看着她跪了下来，我赶紧往后面退了好几步。这一家子都是神经病，万一沈淑燕出了什么事，我可不敢担这个责任。姐，你就去照顾一下她吧，你们两个毕竟也是1年的夫妻了，难道你真的忍心她一个人孤苦无依地躺在病床吗？沈淑燕边哭边说着，仿佛有多心疼陈诚一样。要不是我是那个大冤种，恐怕我都要以为她真的受了委屈一样。心疼就自己照顾，跟我有鸡毛关系？一堆神经病！说完这一句话以后，我转身就小跑了起来，简直不想再跟身后这群傻的扯上关系。回到家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赶紧翻箱倒柜，把昨天刚放好的离婚证找出来，拍照发朋友圈。昨天领完证以后就顾着高兴，朋友圈都忘记发了。眼看着朋友圈发出去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电话忽然打了过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谁，手滑就接通了电话。是许福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稍显稚嫩的女生的声音：是我。你是？又看了一眼，连个备注都没有。陈诚是不是你前夫？我点了点头，忽然意识到对面的小姑娘看不见，又说了声是。忽然小姑娘的情绪激动起来：嫂子啊，不是，现在应该叫姐姐了，我是陈诚的表妹，当初吃饭的时候我们加的微信，隐约有点印象，是一个蛮可爱的小姑娘。姐，你千万不要心软，昨天晚上婶婶叔叔他们在病房里说话，我听到了，他们就是想让你给陈诚掏钱，让你当那个冤种去照顾他，而且呀，他们还想着让你嫁我们另外一个亲戚的表哥，就是想让你照顾陈诚一辈子。或许是见识到了自家亲人的丑恶嘴脸，我甚至能听出来小姑娘话语里的嫌弃和恶心。好，我知道了。小姑娘不放心，又叮嘱了几句才挂掉了电话。而我看着熄灭的屏幕，在那段灰暗的婚姻里，难受的情绪如同一把火一样彻底燃烧殆尽。陈诚，你们一家怎么跟屎一样，沾上就甩不掉了？这栋房子是结婚以后我和陈诚一起买的，当时离婚的时候，为了彰显他大气，这栋房子被分给了我。而唯一不幸的是，这栋房子和陈诚父母现在住的房子在同一个小区。一想到陈诚父母那丑恶的嘴脸，我立刻上网把自家的房子挂了上去，想要赶紧卖了搬走。虽然不想见面，但是我肯定不会一直待在家里。第二天一早，一个电话被打了过来，老板要求我赶紧去趟公司。虽然目前正在休假中，但是这家公司是我和老板一起做起来的。如今公司出了事情，我肯定不能只顾自己。收拾完东西就急匆匆地出了门。此时刚好上午9点，小区里的大妈们聚在一起说话。刚一走近，我就发现刘梅正坐在那里大说特说。本想赶紧走过去，却没有想到，不知道是不是看见了我，刘梅故意加重了说话的声音。有些女人不知道好好伺候自家男人，就知道跑出去瞎搞。多亏我儿子现在娶了一个能生的，给我陈家留后了。走到一半的脚停了下来。当初结婚以后，我百般忍让，就想着不能因为婆媳关系而导致婚姻不幸福。毕竟生活还是我和陈诚过的，
只是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浅。刘梅是一个恶劣的、见不得别人好的、封建的人，他一直不应该存在在这个时代。如果是以前，或许我会选择忍耐，但是现在，我只会毫不客气地还回去。某些人还真是长了一张嘴就知道喷粪，心脏的跟什么一样，说不定就是自己做过这种事情，才认为别人都做过。我转过身子，直勾勾地盯着刘梅，毫不客气地说道：“多管好自己，你儿子下半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你还有脸在这边胡说八道，是真怕陈建国打不死你呀！”刘梅一直被家暴，从前我还想着拯救她，但是伴随这一次又一次的腹背受敌，我才明白，有些人就应该烂在泥里。刘梅听到我当众揭她的短，顿时恼羞成怒起来，把手里的瓜子皮往地上一扔，朝着我就走了过来。我也丝毫不惧，你敢动我一根头发，我就报警，不信你就试试看。听到报警，刘梅迟疑了一刻，当即坐在了地上，开始哭闹起来。她像一个小孩一样，嘴里说着乱七八糟的话，还假哭。我就在旁边冷眼看着，又是这样，只是可惜这次没有人站在旁边帮着她了，懒得继续去看这场闹剧。我转身离开了这里。说白了，刘梅和陈建国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让我去照顾陈诚，就只能利用外界舆论的压力。到公司里，我就沉浸在工作里，一直到晚上9点多，我才做完了所有的工作。从公司里面走出来，到处都是灯火通明，高楼大厦。我忽然有一种游历半生，依旧居无定所的感觉。在公司门口站了1分钟，我决定去爸妈家一趟。进门的时候，我妈正捂着心脏坐在沙发上，我爸坐在另一边，同样神情不太好看。爸妈，我回来了，你们怎么了？我先打了声招呼，发现他们不对劲以后，又立刻问道：“我妈有心脏病，平时我和我爸都不敢惹她生气，已经好久没看见我妈捂心脏了。没事没事，吃饭了吗？没吃，我现在给你做点东西吃。”我爸赶紧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立刻就要往厨房走，我把他拦了下来，说已经吃过了。我妈看见我回来，脸也好了不少。他们没有对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毕竟工作了一天，真的好累。又说了2句话，我就回了房间里。今天的工作都处理得差不多，明天还有假期。我一觉睡到天亮，只不过不是自然醒的。外面吵吵闹闹的声音实在是太烦人了。哪怕我已经把头埋到了被子里，还是能听见。本以为是邻居家在吵架，听得越仔细，却发现越近。一把把被子掀开，我穿上拖鞋来到客厅里面，只见沙发上满满当当的坐了3个人，而我爸妈一脸难堪地站在那里。你们在干什么？刘梅和陈建国3个人听见我的声音，一下子就把视线聚集在我的身上。许福都离婚了，你怎么还敢这么懒？这都几点了，你居然才起！陈建国训斥着我，我顿时冒出满脑子问号，这老头是不是傻了？我之前都那么说话了，他居然还有脸带着人来我家里闹。又看了看我爸妈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看来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来了。打开手机，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当着3个人的面说出我家的地址，一直到报警电话被挂掉，刘梅才回过神来，上来要抢我的手机，被我一个闪身避开。不伺候就是不伺候，你们要是想伺候就自己伺候，以后来一次我家我就报一次警，不信咱们就试试看。或许是没想到我的态度还是这么强硬，刘梅装模作样的拍着自己的心口，
像是下一秒就要撅过去一样。我对他毫不在意，或许是害怕警察。陈建国板着脸带着他们几个人走了，亲自过去把门锁上。我神情很不好看的，回过头看着我爸妈。当初离婚的事情，我是先和我爸妈商量的，只是我没想到这家人的脸皮居然能到这种程度。现在我很生气，生气他们找到家里，我爸妈还不告诉我。毕竟把我养了这么大，看见我的表情，父母就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赶紧过来哄我，说了不少好话，我才勉强消气。而刚刚打出去的电话其实也是骗人的，这一家子都是欺软怕硬的，我就知道只要提到警察，他们就会害怕，所以没有必要浪费资源。既然那么想让我去看看他，那就别怪我去了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他们这家子人实在是太恶心了，我当然也不可能任由他们恶心我。第二天一早，我就根据从朋友那里打听来的医院和病房号，直奔陈诚所在的医院而去。陈诚住的是单人病房，我到的时候，病房里除了他没有任何人，直接推门走进去。听到门口传来的声音，陈诚扭过头看向了我。短短2-3天的时间没见，陈诚整个人瘦了一圈，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眼神空洞憔悴，完全没了之前社会精英的样子。伴随着我走近，陈诚终于看清楚了我的样子，他的眼神逐渐变得怨恨。许福，你居然还有脸来看我！陈诚的恼怒来得莫名其妙，我压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忽然这么生气。虽然我确实没同意来照顾他，陈诚，你以为你有多大脸？要不是你爸你母亲一起去我家里闹，你以为我会来看你？我用一种讽刺的语气说着，还十分嫌弃地看着他。毕竟现在的他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残疾，而我不知道比他好了多少倍。许福，我知道你后悔和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新家庭了，你能不能不要再胡编乱造，不要打着要钱的名义来找我？陈诚说完这话，还猛地咳嗽了好几声，但是他前面的话我却听得清清楚楚。要钱？谁要钱了？陈诚说这个话就说明这件事情一定发生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脸猛地沉了下来。恰巧在这个时候，沈淑燕拖着个肚子从外面走了进来。当看见我的那一刻，她吓得把手上的东西都掉到了地上，又慌手慌脚的去捡，而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陈诚，你刚刚说我找你要钱，钱在哪儿呢？我死盯着沈淑燕，嘴里的话却是问的陈诚。果然，沈淑燕在听到我提到钱以后，东西也不捡了，立刻抬头开始说话，想把这个话题打断。姐，爸妈有事情要找你，你出去跟他们说说话吧。钱的事情我和陈诚说。沈淑燕说着，甚至还想伸手来拉我，被我一下子躲开了。陈诚看着我这副态度，也生气了。你天天找淑燕要钱，不就是想着她好说话吗？现在又做出这副态度，给谁看？我欠你吗？陈诚像是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才说出了这一段话。我严重怀疑下一秒他就要晕过去了，只不过他现在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关心。视线又落在沈淑燕的身上，我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盯着他，而在听到陈诚的一句话以后，他就已经脸苍白的不像样子。此时汗水浸湿了他的额头，沈淑燕忽然猛地捂住了自己的肚子，做出一副很痛苦的样子。眼看着沈淑燕痛苦地倒在了地上，陈诚焦急地喊起来。沈淑燕这一胎对陈诚这一家子封建余孽来说非常重要，毕竟这可是他们最后的血脉了。沈淑燕被医生们抬走，没过一会，
刘梅和陈建国也不知所从，赶紧跑了过来。他们两个身上都是满身的烟味，不知道在哪儿鬼混了。许福，你真是个扫把星，害了我家陈诚还不够，现在还要害死我唯一的孙子。要是我孙子出了什么事情，我让你陪葬。或许是顾忌还在医院里面，陈建国并不敢对我动手，只是站在那里用颤抖的手指着我。他的威胁我怎么可能会放在心里？只是刚刚沈书燕的行为和他忽然肚子疼，让我意识到陈诚说的那笔钱很有可能存在，只是那个钱到底给谁用了，我就不知道了。如今沈书燕进了手术室，没有了干扰，现在就是解开这个谜团最好的办法。因为愤怒，陈诚一直用眼神死死地盯着我，而我则是直接走了过去，先是拿出手机点了报警电话，在他眼前晃了晃，然后才开口说话。你刚刚说我从沈书燕那里拿了钱，你说我拿了多少？几乎是不假思索的，陈诚立刻大声地把数目报了出来，15万。我刚醒书燕就说你逼着他，让他给你转了15万，昨天晚上又要了一次，我没让给，结果你今天居然就直接找到了医院。陈诚的话简直让我大受震撼，别说找他要钱，结婚以后我们两个的钱从来都是各管各的，我从来没有花过他1毛钱。再一次打量陈诚，他大概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应该也并不愿意把心思放在我身上。陈诚，你的外表和你的内心一样丑陋，而且愚蠢。既然你这么肯定你的话，那我们就让警察来判断吧。说完以后，我毫不客气地就点下了报警电话，当着这一家3口的面跟警察说完一切以后，才把电话挂掉。刘梅、陈建国和陈诚3个人都没有阻止，他们一家在牵扯到钱的问题上总是格外的慎重。为了等着警察的到来证明我的清白，我就坐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面，回想起结婚我所受到的一切委屈，真的觉得自己之前没有选择离婚是一件很傻的事情。脑子里想着不好的事情，忽然有一个护士冲到了病房里，让陈诚签字。等到那个护士再出来的时候，我敏锐地看到他脸上激动和兴奋的笑。我还在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又过了没几分钟，陈建国和刘梅一起去了产房那边。等到回来的时候，2个人的脸都变得十分铁青。没过一会儿，一个被装在小推车里面的婴儿被推到了病房门口，护士踌躇着不敢进去。我无意间伸头看了一眼，顿时也石化在了原地。陈建国和刘梅的心理素质还真是强，他们心心念念了那么久的孩子，到头来居然是这个。如果换成其他老人，说不定直接就晕了。婴儿车里的孩子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黑人婴儿，很可爱，但是肤色不对。我在原地笑出了声。这是这一家的孩子？我笑着问道，看着护士点了点头。我起身接过推车的把手，示意自己把孩子推进去，大概是不想被连累。护士赶忙松了手，去忙其他事情了。我满脸笑容，推着孩子走进了病房里面。当看见我出现的那一刻，又看到我手中的婴儿车，陈建国和刘梅2个人都在第一时间把视线转向了陈诚，而对这个黑人孩子一无所知的陈诚看上去非常的高兴，他几乎要迫不及待地来看这个孩子。陈诚，你真蠢，我笑着说，没有任何骂人的意思，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慨。伴随着我推着车走近，陈诚也终于意识到了这个孩子肤色的问题。看着婴儿车里面皮肤黝黑的孩子，陈诚颤抖着手指着他，深呼了好几口气，
终于还是晕了过去。病房里顿时手忙脚乱起来，而我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想起陈诚之前刚离婚，就迫不及待地发朋友圈炫耀自己的新家庭。我拿出手机，刻意摆了一个可以看见陈诚以及婴儿的视角，把他们两个都拍了进去，然后也迫不及待地发了一个朋友圈，配文：前夫的新老婆生的，我前夫都快高兴死了。高兴死了不是夸张词。我和陈诚是在大学认识的，圈子里有很多共同好友，他们都知道我和陈诚离婚的事情。现在我这张照片一拍出来，朋友圈里顿时炸开了锅，不停地有人在下面点赞和评论，甚至为了吃瓜，还有人来私聊，我想打探打探这个事情。而我只是又拍了一张这个孩子的照片发了回去，当作回应。我在那里一直等到警察来做完笔录以后才回了家。在发现新出生的那个孩子是个黑人婴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任何报复的必要了。如果说他们缠着我的时候，我想让他们受到教训，在我发现那个黑人孩子以后，我就只想让他们和和美美的生活下去。一个最注重香火的家庭忽然断子绝孙，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后续警察又来找了我几次，一直到半个月以后，整个事情水落石出，我找陈诚要钱的事情才算结束。陈诚手里只剩下那15万，当时说的是我借的钱，因为属于先斩后奏，陈诚无奈只能同意了。而那15万到底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反正是沈书燕把那笔钱拿走了，因为没有任何记录能证明我拿走了那笔钱。这个事情算是彻底和我无关。一直到半年以后，我才从另外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沈书燕和陈诚在一起的时候，还加入了另外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具体叫什么，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沈书燕加入里面是为了刺激，而她肚子里面的孩子有10几个疑似的爹。陈诚当时在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被气得吐血了，不过也是他命大，所以才活了下来。夜晚，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陈诚和沈书燕的事情已经是1个月之前了。我还在想陈诚到底会不会收养那个孩子。前面的巷子口忽然冒出来一个人影，等我走得近了才发现是沈书燕。她穿着已经脏得不成样子的衣服，脸上满是憔悴，只是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她又变得凶狠和怨恨。许福，你毁了我，都怪你，要不是你的话，那个孩子明明生不下来的，都怪你毁了我。沈书燕把一切的过错都推到了我的身上。看着他已经疯魔的表情，我只觉得他疯了。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他们一家非要来家里逼我，我怎么会去看陈诚这种人？沈书燕，有问题的人是你吧？怀孕的人也是你吧？孩子的爸爸不是陈诚，是我造成的吗？你的裤子是自己掉的吗？我十分平静的语气问道。沈书燕这种把所有错误都推到他人身上的态度让我很不爽，又不是我造成的这一切。其实我也知道沈书燕才不会听我说话。果然，他还是一个劲儿的用怨恨的眼神盯着我。就在我以为他准备要走的时候，他却忽然朝着我冲了过来，一个东西反光照射在我的眼上，我被闪了一下，下一秒我忽然浑身打了一个激灵，这是刀吗？身体比我的意识先一步做出反应，在那个刀要落到我心脏的时候，我伸出2只手，死死地握住沈书燕的手腕，不让那个刀落下。黑暗夹杂着微风吹过，我闭上了眼睛。沈书燕的力气并没有我的大，所以没有挣扎几下，我就成功地从她的手里拿到了刀。
事情的最后是我报了警，沈书燕发现刀被我抢走了，立刻转身就跑了起来，而我也懒得追上去和她周旋，毕竟这个巷子有摄像头，这里发生的一切肯定都被拍了下来。他这是杀人未遂，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经过这个东西，我忽然觉得自己满身疲惫，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往前走。我现在只想回家。然而，在我进入小区里以后，前面的一栋楼有一个东西忽然掉了下来。等我走近了，才发现沈书燕死了。她居然敢自杀！我一边佩服她的勇气，一边在旁边呕吐。许多年以后，我依旧回想不起来当时具体的场面，只能记得眼前是一片模糊的红，还有我呕吐的样子。而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唯一启发就是，除了自己以外，任何人都不可靠。我没有选择再婚，反而努力地维持好自己和父母的生活。故事的最后是我在某一天从朋友那里听到了有关于陈诚的事情，出乎我意料的，他居然还活着，只不过活的人不人，鬼不鬼。毕竟他的父母最重要的事情是传宗接代。是的，他父母从亲戚家过去了一个小男孩，而陈诚被他们完全放弃了。隔了那么多年，再次听到关于他的事情，我只觉得如同清风拂过湖面，很快归于平静。个人有个人的命，他就是搏命一条，谁都没有办法。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沈鹤棣初恋白月光季安韵昨天回国了。季安韵在朋友圈里发文说，一切都没变，配图是一众我熟悉的京城面孔，最熟悉的莫过于他旁边的男人。我笑了笑，默默在他朋友圈下点了一个赞。昨天是我和沈鹤棣结婚3周年，他发微信说有事晚些回来。原来所谓的有事情是去陪初恋，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有多伤心，毕竟对于沈鹤棣，我好像已经麻木了。我想按照言情小说的套路，沈鹤棣应该马上给我一纸离婚协议书，让我滚蛋。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还爱不爱沈鹤棣？好像没有那么爱了。我以为我可以坚持到他爱我，可是我等到的是我放弃。年少时候的那股热情全都散尽了，也变得索然无味。而且季安韵回国了，我觉得沈鹤棣一直没忘了他，那我也做个好人，成全他俩。说不甘心，好像也有，毕竟我季江南这辈子样样压季安韵一头，唯独喜欢的男人却喜欢他。但是季小姐也有季小姐的骄傲。6年捂不热的心爱，谁他妈想捂去捂？老娘不伺候了。然后我找律师拟了离婚协议，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放在了沈鹤棣书房里。我给他发了一条微信说离婚吧，随后拉黑所有联系方式。我在闺蜜群里说我和沈鹤棣离婚了，群里瞬间炸了，七嘴八舌问我发生了什么。我淡淡的回了句没什么，我不爱他了，把他甩了。安子熙在群里问我，宝贝来澳洲散散心呗，我一个人在这拍戏好无聊，来了咱俩一块聊汉啊。我想了想就应了。至于我爸妈和我哥将怎样消化我和沈鹤棣离婚的消息，我也没想太多，我直接去了机场飞澳洲。安子熙在机场给我接机，见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给了我一个拥抱。我笑着对他说，真没事啊，我想得挺清楚的，不爱了就是不爱了，花花世界这样好，别让男人绊住脚。安子熙笑着捶了我一拳，说那是，咱们楠姐可是京圈小霸王。我白了他一眼，在澳洲悠闲自在地过了一周，白天买，晚上酒吧浪。然后我在半夜2点多接到了齐燕的电话，
实不相瞒，我有轻微的起床气。我语气暴躁地对他说：你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否则你给老娘等着。齐燕在电话那头说：沈鹤立喝醉了。我愣了愣，说：关我什么事儿？然后挂了电话。沈鹤立视角，电话突然被挂断。我没有说话，看着齐燕和我对视之后，又看了看其他几位好友，他们似乎都在回味纪江南刚才那句管我什么事儿。我知道我现在脸色肯定不好看，刚一口闷了这杯酒，就听到进城第一个幸灾乐祸。看来咱们纪大小姐是真不爱了呀，当初对沈总那是一个送温暖啊，现在直接连管都不管了。我听了这话，直接将刚喝完的酒杯往他身上扔，说：你他妈想死是吧？其他几人笑作一团，看着这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损友，我更是烦躁。很好笑。我挂了电话之后有些睡不着了，毕竟是喜欢了6年的男人。我对其他人说的再无所谓，其实对他还是尚存喜欢的。我只是不明白齐燕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毕竟季安运回国了，想要借沈鹤立醉酒献殷勤也轮不到我。我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些，毕竟以后他们的世界与我无关。我不再是沈夫人，我只是季小姐。安子熙拍完戏后，我俩把买的东西运回国，就准备回国了。飞机起飞前，我告诉我哥让他来接机。安子熙因为公司有会议，刚下飞机就被助理接走了。我自己去找我哥。我在机场见到了沈鹤立，因为也没什么好聊的，我打算装作没看见他。纪江南，急眼没空，我来接你。沈鹤立叫住了我，他这人一向长话短说，急眼没空也不会让你来接我。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打算打车走，但又仔细一想，干嘛这么矫情啊？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就好了。沈鹤立自己开车来的，以往他自己开车，我喜欢坐他的副驾，可以离他近一点，但现在我选择主动坐后面。让我感到疑惑的是，沈鹤立倒有些不乐意了。我是你的司机。我点点头。来接我可不就是我的司机吗？麻烦沈司机把我送到方庄。什么时候回南苑？去那干嘛？我们都准备离婚了呀。沈鹤立转头看向我，我没有签字，我不同意。我看着他，没有说话。我听见他说：楠楠，不要闹了。沈鹤立很少这样亲昵地叫我，但每次他这样叫我，总能让我忘掉自己的委屈。沈鹤立，你舍不得我？我没等他说话，继续说道：你不是舍不得我，你也从没有爱过我，你只是习惯了有一个人守着你，他不想看到你难过，他满心满眼都是你。我明明什么都明白的，可还总是不死心。我很想自嘲一笑，可是沈鹤立，我会因为你不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而难过，会因为你在出席晚宴时女伴不是我而难过，会因为你说我们的婚姻没什么好说的而难过，会因为你对我所有的冷漠反应而难过。沈鹤立，人心是肉做的，它会疼会累，有些情绪上来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突然我就觉得自己好委屈，我把头转向别处，闭上了眼睛，忍住突然迸发的泪意。送我回方庄吧，麻烦了。沈鹤立半晌没有说话，我只听到了车子发动的声音。我和沈鹤立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到达目的地之后，他闷声告诉我到了。我睁开眼，淡淡的对他说一声谢谢，随后对他说：咱们不要再这样得过且过了，没什么意思。离婚协议记得签字。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向纪宅。刚进家门，妈妈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嘴里念叨着亲自下厨给我做了喜欢的饭菜。我将刚才的不愉快压在心底，
笑着对他讲我在澳洲发生了什么好玩的故事。爸爸和哥哥正在下棋，看见我也是笑，我们都默契的没有提沈鹤立，他们懂我受的委屈，一直在我身后，虽然无言，但满是力量。在餐桌上，爸爸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打算去巴黎进修。我一直很喜欢设计，大学学的也是设计专业。在签下与沈鹤立的离婚协议之后，我就已经想过了，既然爱情抓不住，那就选择兴趣，热爱生活吧。曾经不只有一个老师夸过的我的天赋。2年前大学毕业，我的导师就推荐我去法国服装工会学院进修。当时我不想与沈鹤立分别太久，就拒绝了。我爸妈从来都会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和想法，尊重我做的决定。就像我和沈鹤立结婚，他们其实是不愿意的，但他们只是与我理性分析了我可能会面临的什么。当时的我选择了义无反顾。对于我和沈鹤立失败的婚姻，我没怪过他们不阻止我，相反，我感谢他们，因为一个人只有真正经历了一些事情，才会选择是否放弃。我与沈鹤立的婚姻是我进行的一场豪赌，我赌他会爱上我，我赌输了，仅此而已。沈鹤立视角。那天晚上，我给吉言打了一个电话，想问一下济江南的情况。沈总居然有空给我打电话，真是稀奇。吉言轻笑了一声，似有些嘲讽，他很好，放下你了，打算出国过全新的生活了。接着又说道，我们兄弟不假，可沈鹤立感情的事，旁人没办法掺和半分，我只能心疼自己的妹妹。他放下你，重新开始。我双手赞同，我没有说话，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他轻叹了一声，这样对大家都好，以后你俩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我独自站在阳台，我忽然想到，大2那年，父亲去世，遗嘱中给情妇和私生子留下了不少好东西。沈氏集团被闹得一团糟，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累。为了处理这些闹心的事，我躲在与吉眼合租的公寓里，独自喝闷酒。济江南来公寓找他哥哥，看见他稚气未脱的小脸上满是对我的关心，一直对我轻声安慰。我有些醉了，对他说，我好累呀。他满脸认真地看着他说，别怕呀，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重新念了一遍，一直陪着我。许是话语触动了心，也许是酒精迷了心，我轻轻地触了她的唇。那是我第一次亲女生，像是蜻蜓点水的一吻。我看见女孩满脸通红，却故作冷静，一直沉重的心也有些好转，默默点了一支烟。我想起济江南对自己说他累了，吉眼说他放下自己了，我心里满是异样的情绪。不是说一直陪着我吗？济江南，你不要我了吗？沈鹤立视角。那天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没有熟悉的灯光和熟悉的人，我有些疑惑。我在书房里看见了济江南给我留下的离婚协议，我没有签字。微信上的消息我看到了，我以为他在闹脾气，因为昨天3周年结婚纪念日，我没有回家陪他。昨天要签一个很重要的合同，事关沈氏在海外的开发，合作方是个不好相处的人。沈氏与他们交接了很久，终于等到他们松口签字。酒局结束之后，碰到了进城一众人，盛情难却。我在那里待了10几分钟，他们在欢迎季安运回国。我记得这个女人，曾经帮过她一次忙，她端酒来感谢我，我拒绝了。回到家之后，济江南已经睡了。记得很久之前，他会在客厅等我回家。我问他怎么不给我打电话，问我几点回来，万一我不回来了呢？他说他怕打扰我。在那之后，我慢慢的习惯了告诉他我晚上会有什么安排。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开始不等我了。我打开他的卧室，发现他已熟睡。我将纪念日礼物放在他床头柜上。第二天，我依然没有看见他。我给他打电话，显示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微信发消息显示红色感叹号。我没有继续联系他，他消气了，会回来的。连续1周我没有见到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些空。齐燕给他打电话说我喝醉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听到他的关心，可是那一句关我什么事儿却让我不知所措，加上朋友的嘲笑，我心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我在想他，我被自己的想法惊了一下。我知道了纪江南要吉言接机的消息，耍了个小手段，给吉言找了些事情做，又告诉他我去接纪江南。纪江南在车上的话让我沉默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反驳他的话。爱吗？我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的确不习惯他的离开，的确习惯了他一直守着我，关心我。我一味享受他的付出，没有给过相等的回应。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可是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离开我。爱这个词离我太远了。我爸妈在我还没上小学时就离婚了。我妈离婚后从来没有看过我，在我的记忆里，她也没有喜欢我。我爸女人成群，向来都不管我。我的名字叫沈鹤丽，但是父母如果爱自己的孩子的话，又怎么会取这样萧索的名字？遇到纪江南之前，我从来没有被爱过，我也没想过爱别人。我贪恋纪江南给我的温柔，可是他快要哭的样子，我的心会疼。这是不是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纪江南，但是我不想他离开。这也许是爱吧。人总是这样犯贱，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沈鹤丽，你真他妈不是个玩意儿。我去了巴黎，重新开始我的生活。离开的时候，只有父母和几个好友知道。在我即将登机的时候，我见到了沈鹤丽，她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眼里有我不懂的情绪。几天前，我们去领了离婚证，那时的沈鹤丽就有些奇怪。我想在最后放肆一次，所以我踮起脚轻轻抱了她一下，嘴角扬起一个明媚笑，说：沈鹤丽，你要幸福啊。我看见沈鹤丽好像要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她俯身抱了我一下，轻声说：你也是。我有些意外，可能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温柔了。听见提示登机的消息，我对她说再见了，转身离开，没有回头。沈鹤丽，很遗憾我们没有缘分。此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来巴黎已经1周了，我生活得还不错。周末应了一位老人去看他的一场秀，那是我来巴黎的第2天，偶然认识法国设计师伯纳德，意外投缘，成了忘年交。秀上有一个华人面孔的模特，长相帅气，目测有190，他手里捧着一朵玫瑰，往回走的途中，在我面前停下，他径直向我走来，低头看着我，忽然单膝跪地，将手里的玫瑰递给我，我下意识地接下。我听见他说：听说玫瑰和美人更配。然后他吻了我拿玫瑰的右手，他很认真地看着我，眼睛像凌晨的星星，有着深邃的光。我觉得这人长得有些熟悉。顾胜，我有些不确定地说。他听到这个名字笑了笑，说：我好开心，姐姐还记得我。周围有闪光灯在拍，在重逢的喜悦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挺大型的时装秀，很多记者在拍摄。显然顾胜也意识到这不是说话的好时机，说：结束后姐姐等着我，我请姐姐吃饭。我点头同意。在结束之后，我安静地在座位等着顾胜，看着人渐渐离散，只有工作人员在整理搬运东西。
不久就看到已经换好衣服的顾胜向我走来，他眼睛里盈满了笑意。在与伯纳德告别之后，我与顾胜站在巴黎熙攘的大街上，在否定了不正宗的中餐和西餐之后，顾胜说要做饭给我吃。我表示怀疑和惊讶，他耸耸肩，有些傲娇地说：“姐姐，你别不信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我又吃不惯法餐，只能自己做了。”我们在商场买了食材，然后去了我租的公寓。之前和沈鹤丽在一起的时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学会了亲自下厨，我也觉得中餐好吃。我还挺庆幸会做中餐，让我在巴黎生活美好了些。我窝在沙发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顾胜在厨房做饭，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还挺温馨的。等到顾胜喊我吃饭，我来到餐桌前，发现那些菜品看起来还挺像样。顾胜夹了一筷子菜喂到我嘴边，笑着说：“尝尝。”我顺手接过他的筷子品尝，味道好极了。我向他竖起大拇指，他看起来有些得意洋洋，像个得到家长夸奖的小朋友。夜晚的巴黎很美，华灯初上，到处是音乐与欢笑，咖啡馆好像不打烊一样，人们在里面活跃着，笑着闹着。我和顾胜也夹杂在人群中，聊着以前的那些趣事和分别的这些时间里的故事。我当然只是轻描淡写几句，但顾胜好像什么都知道。他默不作声，紧紧拥抱了我下，然后双手搭在我的肩上，弯腰低头地和我说：“楠楠，我们都会有一个全新且美好的旅程。”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眼前的男孩子早已长大了，不再是那个一直跟在我与顾生身后的小跟屁虫，而是一个身姿挺拔、温柔懂事的青年了。令我没想到的是，顾胜送我玫瑰并亲吻我手的那一套动作被记者抓拍之后火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把这组图片描述的极致浪漫。其实讲真，我也觉得这组照片真的很有感觉。顾胜眼神真的太真诚了，好像满眼只有我一个人，再加上我俩长得也很养眼，照片出圈也情有可原。于是在那天晚上，在公寓楼底下看到了一个现在不应该出现的人。我看见沈鹤丽安静地坐在法式梧桐阴影下的长椅上，她看到了我，然后向我走来。楠楠，她用很温柔的声线亲昵地叫我，她的声音一贯是好听的，有些低沉，温柔起来能让人溺死在其中。你怎么在这？我仰头看向他，给我个机会好吗？我们重新来过。沈鹤丽低头看着我，态度很认真，语气带着几分乞求。我一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沈鹤丽。在我记忆中，除了那次醉酒失态，沈鹤丽一直是清冷骄傲的。沈鹤丽，喜欢你这么多年，我真的好难过。你总是那样冷静自持，但凡你表现出一点喜欢我的样子，我都会坚持的。我只想问你一句，沈鹤丽，你要重新开始，那你喜欢我吗？我爱你。沈鹤丽说得很坚定，而我却不置可否。沈鹤丽，你懂什么是爱吗？楠楠，我27岁了，我很清醒我在说什么。我想放手的，可是我脑子里全是你的笑与闹，不是习惯了你的存在，是因为我很想你，和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可能不太懂怎么去爱一个人，但我会慢慢学。楠楠，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好不好？我不可否认，我有些许心动，没有感情说放下就放下，只是隐藏在心底，等着时间将爱消散。我对沈鹤丽也是这样，我不能否认，但是我怕呀，我怕沈鹤丽只是一时间不习惯我的离开，我怕重蹈覆辙。那些爱意已经不算强烈了，
他不能让我拥有与他重新开始的勇气。没有机会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了，我们就这样挺好的。我语气装作很平淡，说完之后还对他笑了一下，但天知道我的笑该有多难看。我步伐很快地回了公寓。后续内容公众号胡巴百分号是沈鹤丽没有拦我。今天是我的23岁生日，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一个我巴黎的朋友。微信里有许多亲戚好友的祝福与红包。顾胜应该是听他姐姐说的，一大早就来了我家，说要给我一个特别的生日。恰好今天休假，我也就随他安排了。出门后，我发现今天的蓝天白云看起来也好温柔，想来今天应该也会很愉快吧。我们一起去老城区墙上涂鸦，然后被警察追着跑。我们去欣赏街边流浪艺术家的演奏，花了20法郎请流浪画家画了一幅合照。我们去塞纳河畔左侧喝咖啡，去广场为教堂的白鸽。这一天好像平平无奇，但又非常特别，有着意外的开心。晚上我遇见了沈鹤丽，在我家楼底下，她靠在车上，沉默地抽烟。路灯下，一道黑影，一点星火，显得格外孤寂。她看见了我，熄灭了烟火，朝我走过来。生日快乐呀，楠楠。她嗓子有些哑，大概是抽了不少烟，低低沉沉的，但还是很好听啊！谢谢。他居然记得我的生日。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问他：“你怎么喝酒了？”沈鹤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说：“生日快乐，那我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你，好吗？”我着实被他的话惊到了。沈鹤丽怎么这么奔放了？连忙摇头说：“不好。”沈鹤丽，你该不会喝醉了吧？沈鹤丽就那样看着我，眼神很落寞。我意外地觉得她有些可怜，我被她盯得不自在，说：“你怎么会在这？工作出差，应酬喝酒？”我说：“我是想陪你过生日，你相信吗？”不信。我答得很果断。我不知道沈鹤丽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陪我过生日，我自认为我没那么重要。沈鹤丽突然自嘲地笑了笑。你看，我回答了，你又不信。我没有说话，她歪头看着我，嘴里喃喃说：“楠楠，我爱你啊。”我在学着表达我的爱，我也会学着让你开心。你等我，别不要我，我只有你啊。她说她爱我，这是我等了6年的话，但这句话迟到了。我对她说：“你喝醉了。”我喝醉了，除了楠楠，没人管我了。他还是用这可怜巴巴的语气与我说话，好像猜准了我会对这样的他心软。季江南，别被他这副样子迷惑了。他是27岁，事业有成，家财万贯的沈鹤丽，是京城没人敢惹的大佬。他怎么会没人管？我默默对自己说：“我帮你打车，真的不要做太多了，决绝一点显然更好。待会会有秘书来接我。楠楠，你回家吧。”沈鹤丽看见我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很难过，很失望。我有点琢磨不透了，但是她的眼神让我很难受。我假装自己毫无波澜，尽量用冷淡的声音对她说：“我回家了，季江南，你等着我。”我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直接上楼了。那天晚上醉了却信誓旦旦说想要让我等他的沈鹤丽在过后的几天都没有出现。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离开时那么坚决，可是他给了我一颗糖。一直没有得到糖的小孩子忽然被奖励了一颗糖。校门口有个很帅的男孩子在等你，你快点哦，卢卡斯老师，拜托你放人吧。米娅用德语大声激动地说。离放学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却被留了下来，与我的学校老师卢卡斯讨论一个著名比赛初赛赛题。米娅来找我的时候，我们的讨论
也即将收尾了。听到喊声，卢卡斯对我说：“米娅已经等不及了，男，你快去吧，初赛肯定没问题的。你可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设计师之一了。”随后向我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米娅在一旁给了卢卡斯一个飞吻，大声说着：“谢谢卢卡斯。”卢卡斯就是他见过最帅的男人。卢卡斯无奈地摇头。米娅随即拉着我离开。我以为米娅说的很帅的男孩子是顾胜，毕竟他空闲的时候常来找我，也没放心上，心里想着的也全是我的比赛。但是接下来的那一幕，我记了好久好久。品貌非凡的男子穿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手里捧着一大束紫色满天星，清冷干净的模样让我想起了记忆中的少年。沈鹤棣样貌是挑不出毛病的好看，气质也是说不出的好，站在那里就像是一道风景线。我暗想，幸亏现在已经放学很长时间了，不然这样好看的亚洲男人在这里一定会被围观的。沈鹤棣看到了我，走向我，米娅给我摆了一个打气的动作就离开了。这丫头机灵的要命。沈鹤棣把满天星递给我，说：“楠楠喜欢浪漫，那么以后我就来制造浪漫。满天星是你最喜欢的花，所以我想用紫色满天星来表达我对你的思念与爱恋。楠楠，你别急着拒绝我，我也不期望你会这样轻易地答应我。我知道我做的这些远远不够，但是我想慢慢来也是一种诚意。我想和楠楠慢慢来，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我安静地听完沈鹤棣的话，心里没有触动是假的，但我没办法回答他什么。看着沉默不语的我，沈鹤棣的笑有些勉强，但他还是装作没关系的样子对我说：“楠楠，我送你回家吧。”随后我听到他说：“国内我都安排好了，不见的这些日子也是在做交接，之后的这段日子我也会待在这里了。”说实话，我没想到沈鹤棣能做到这样。我问他：“沈鹤棣，你不是那样会感情用事的人啊？你之前说过，你是个商人，不会去做那些浪费时间而不一定有结果的事。没有浪费时间，哪怕没有结果，我也不想关于我们的记忆满是遗憾。我不想关于我们的记忆满是遗憾。”这句话比我听过的情话动听。不见的这些日子，沈鹤棣也学会了说动听的话。他说他在海鲜餐厅预定了位置，要请我吃饭。他不知道我对海鲜过敏，心里泛起的些许柔软突然消失了。相识10多载，他不知道我的忌讳，这多少有些可悲。在结婚的这3年，我们没有约会。那些一起参加的聚餐宴会，他应该也没有注意过我从来不碰海鲜吧？不麻烦了，我海鲜过敏。沈鹤棣愣了一下，神色逐渐变得抱歉。他又问我：“那我们去吃西餐吧？听说有一家西餐做得不……”这点不愉快让我没什么胃口。我打断了他：“我想回家。”沈鹤棣沉默了几秒钟，干巴巴说了句好。他没有再说什么，沉默地开着车。一时间，车里安静的只有空调冷风的声音。车子到达目的地之后，我解开安全带，说了句谢谢，就捧着那束满天星下车了。沈鹤棣追了上来，拉住我的手。他说：“对不起，无论是兄长还是丈夫，我都做得不称职。我不知道你的喜好忌讳，是我的疏忽。没有下次了，楠楠别生气了。”原来骄傲如沈鹤棣也可以这样低声道歉，温柔至极。他好像变了。我很轻易地挣脱开他的桎梏，轻轻对他说：“没关系，我不怪你，是我非要喜欢你的，你不在意我很正常。可是怎么可能真的不怪你啊？人又不是机器人。”在这天后，沈鹤棣像那些男孩子追女生一样，
每天早晚接送我上下学，给我买奶茶买礼物，总是刻意的拒绝，显得我好像很在意他。于是拒绝几次无果后，我多了个免费的司机。这天休假，我正窝在沙发上玩手机，忽然听到了敲门声，从猫眼里看到是沈鹤丽。我打开门，你怎么来了？沈鹤丽笑了笑，她笑起来真的很好看，但我很少见她笑。她说，我住在这，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多多关照啊，新邻居。然后他把手里的饭盒递给我，说：“便当。”我学了好久，希望楠楠能喜欢。接过便当的时候，我无意间瞥见了沈鹤丽的手，这本是一双极好看的手，白皙且骨节分明，但指肚上意外明显的创可贴有些破坏美感。我猜想，这可能是向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做饭留下的勋章。我挑了挑眉，说了句谢谢。沈鹤丽和顾胜打起来了，在我家公寓楼底下，是沈鹤丽接我放学的时间。顾胜也结束了英国的时装秀，来这里看我。顾胜当时不知道，在那冲过来，一拳挥在了沈鹤丽脸上。他怒骂，你他妈还来找他干嘛？是嫌他伤心不够多吗？他现在生活挺好的，他不需要你，你能不能别阴魂不散来缠着他？沈鹤丽不知道被哪句话给点燃了，你哪来的资格管老子？两人厮打在了一起。血气方刚的少年到底是不如身强体壮的男人。顾胜落了下风，眼看着沈鹤丽又一拳头要打在顾胜脸上，我连忙过去止住他们。我对沈鹤丽说，顾胜没说错什么，没有你，我现在生活的也很好。是的，其实没有沈鹤丽，我的生活也在变好，只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强硬拒绝他？原因恐怕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知道这句话应该挺伤人的，这好像是否定了他。沈鹤丽好像也呆住了，那受伤的样子让我心里有了一丝快意，但更多的好心疼。我强忍下不适，转头对顾胜说，你都是个成年人了，怎么用打架解决问题？你们如果还想继续的话，轻便。我回家了，我不想再待在这里，我脑子有些乱。我喝酒了，坐在阳台上，我对沈鹤丽现在是什么感情？我好像一直没有说过，一直这样相处着，无非是我贪恋她现在给予我的所有的温柔，心里还有期待。那样优秀又迷人的沈鹤丽呀，令人心动。我还爱着她，这些曾经因为失望而逐渐消散的爱意，正在慢慢聚起。无非是我害怕他只是一时兴起，我想看看他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无非是爱中掺杂了恨。刚跳出来这个想法时，我自己都被惊了一下，但细想，我是在恨他为什么不能早点爱我，恨他为什么可以看着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他却能这样冷静自持。所以我看着他现在爱而不得，一腔热情总被泼冷水的样子，想看一下一向骄傲的沈少爷低下骄傲的头颅。原来我也不是大气的女人，我内心也会这样阴暗，这样复杂情感交织着，真不是季小姐该有的样子。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不过沈鹤丽这样要面子的人以后应该不会出现了吧？一切都结束了吧？深夜，我被疼醒了。完蛋，大姨妈来了！我姨妈期不太稳定，晚上又喝了不少冰酒，让本来就经痛的我更加雪上加霜。公寓里根本就没有准备止疼药，我疼得在床上蜷缩成一团，想起床去买药，发现根本没有力气。再次醒来，已经是大白天，肚子已经没那么难受了。这时候我才发现有一双大手在按摩我的肚子。我抬头看到了沈鹤丽，我被她虚揽在怀里。醒了，怎么喝这么多酒？我熬了红糖姜茶，
去给你加热一下。记忆复苏了。天微微亮时，我接到了沈鹤丽电话，她说国内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处理，和我说一下。我当时可能疼糊涂了，加上酒醉，让她听出不对劲。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她来了我家，然后她喂我喝醒酒汤，吃止疼药的记忆也翻涌上来。当时不太清醒，不听话，然后就是沈鹤丽用嘴巴喂药，亲了。我摸着自己的嘴巴，正在努力回忆发生的所有事情。沈鹤丽把饭菜和茶端进来了，看着我的动作，笑了笑。楠楠味道真好。我有些不自在，但突然就感觉到不对劲。你怎么有我家钥匙？翻窗？好家伙，这什么神仙操作？学校那边沈鹤丽告诉我已经请假了。吃饱喝足之后，我打算再休息一会儿。楠楠还难受吗？沈鹤丽问我。有点。然后我就看见沈鹤丽极为熟练爬上了我的床，手放在了我的肚子上按摩。男女授受不亲，你给我下去。他什么时候脸皮这么厚了？亲都亲了。楠楠昨天还说舒服来着，怎么睡醒就翻脸不认人了？这话听着好不对劲，但沈鹤丽这按摩手法真的舒服，我又睡着了。所以恋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我手里拿着设计纸和笔，看了看洒在地上的被 pass 掉的草稿，又看了看在沙发安静品咖啡一脸陶醉的伯纳德。这么漂亮的亚洲姑娘居然要问我一个糟老头恋爱的感觉。伯纳德边喝咖啡边不解地摇头。我怎么也想不到 Fashionable 决赛居然要设计这玩意，恋爱的感觉都被设计烂了。俗不俗？每个人的恋爱都不同，设计自然会有不同。就算是烂大街的赛题，也会有令人惊喜的作品。伯纳德说，有过心动吗？会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心跳加快？伯纳德问我。有过，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老实回答，以前对一个叫沈鹤丽的男人心动过，现在对这个人没感觉了吗？伯纳德继续追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没感觉了吗？显然不是。他现在做的一切，我还是会有心动。沈鹤丽好像变了，她能注意我的情绪，懂得我的仪式感，会在闲暇时候一起去约会，能够在我无聊的时候干坐一下午，做我模特。一不小心，他陪了我好多，我们的记忆也变得温暖了。丫头，心是不会骗人的，你才20多岁，应该满是勇气和希望才对呀。随心去做选择吧，别让自己后悔。恋爱的感觉要谈了才知道啊，追随心嘛，好像真的想在一起了。我以前觉得我是想报复他，可是我好像更多的是心疼。不知不觉，沈鹤丽已经在这里陪我4个月了，我也真的看到了她的诚意。我呀，年少时硬气得要死，有什么用呢？根本不会真正的快乐。你们经历的，我们这些人也经历过。好了，不聊了，下午要去上个烘焙课，我夫人喜欢甜，我去学来做给她吃，就不多留了。说完，伯纳德起身准备离开了。我起身送客，在门口遇见了沈鹤丽。她说，听说楠楠需要恋爱的感觉，我们店里出售男友，有保障，差评会下岗改进。我看了看伯纳德，那老头冲我狡黠一笑就走了。我又看了看沈鹤丽，她眼神温柔宠溺的要命，勉强可以吧。我话音未落，就被沈鹤丽抱起来抵在墙上。我下意识双手双脚环住她，听到她轻笑一声，在我耳边说，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多久吗？她亲了我的耳朵。啊，我要申请退款，一旦售出，概不退货。沈鹤丽在耍无赖，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在商言商，卖出去了就不管了。然后她吻了我。结尾，沈鹤丽视角，
济江南走的那天，我去送他了。他说要各生欢喜，可是没了他，哪来的欢喜呢？我一直关注着他，但是没去打扰他。他不在的这些日子，我真的好想他。我看到了那组他与别人在一起拍的照片，我才发现我真的受不了，我极度的发狂。我去找齐燕，他对这些感情的弯弯绕绕挺拿手的。齐燕说我活该，早就看出来我爱他，只是我自己一直站在屋里，不会表达。齐燕对我说，以后济江南会为他人洗手做羹汤，这都是我自作孽，我不想就这样。这些日子没了他，好像没有方向了。我说我要去追他，齐燕好像一点都不意外。恰好是济江南生日，我准备了香槟玫瑰，预定了餐厅。那天早上我去了他家楼下，我看到了顾胜，我他妈像个变态跟踪狂一样，一路跟着他们。我看着那小子牵着楠楠的手跑，看着他笑得那么开心，我心里憋屈得很。如果现在牵他手的人是我，如果让他笑得这么开心的人是我，那该多好啊！原来追女孩子也会在碰壁中无师自通，我也会说那些好听的话，会厚着脸皮耍赖，会装可怜，会陪他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这期间，我也会因为他的冷漠而难过，这时候我就会更加心疼他。以前的我该有多让楠楠难过，我拿出100%的诚意与真心，只为了让楠楠再相信我一次，再爱我一次。幸运的是，我们的结局是圆满的。顾胜视角，我暗恋一个姐姐，在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姐姐叫济江南，她是我姐姐的闺蜜。从小我就喜欢跟在她身后，她对我笑的时候，我好像拥有了全世界。后来我去了巴黎，没想到还能遇见她。我向她送了我手上的玫瑰，那其实代表我对她的爱情。她还是那样美好，我是个胆小鬼，甚至没勇气向她表明心意。我佩服沈鹤棣的勇敢，我对沈鹤棣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其实我只是害怕他们和好。人都是自私的，看着他们越来越好的样子，没人能明白我的心酸。他们在一起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只能笑着说恭喜。我只是姐姐人生里一个有名字的过客，这场暗恋没有开始，也该结束了。番外，沈鹤棣的一个兄弟要结婚了，沈鹤棣邀请我一起去参加婚宴。我突然就想起很久之前沈鹤棣参加宴会带女员工，都说人不能翻旧账，但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怎么不带女秘书去啊？沈鹤棣倒是很配合的解释，老婆，我错了，但我还是要说明一下，以前宴会我通常是一个人去的，只是有几次需要带女伴，以前是害怕麻烦到我老婆。现在想想，带着这么漂亮、温柔大方的老婆去参加聚会，多有排面。还有，我哪有女秘书，一直都是男的，你可不能污蔑我。看看现在沈鹤棣求生欲多强，这回答我都能给90分了。宴会上我看到了季安韵，我掐了一下沈鹤棣的腰，说：诺，你初恋。沈鹤棣嘶了一声，我初恋这不正挽着我手？季安韵呢？我悄悄指了指那个他想起来了，当时老头子的儿子追他，他拜托我假装一下女朋友，我出于人道主义就承认了。还没等我说话，沈鹤棣又说，但是之后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当时就否认了。当时你也在，我好像记起来了，当时都在传沈鹤棣和季安韵在一起了。那次聚会沈鹤棣还说没在一起，我以为是他俩分手了，因为后来沈鹤棣一直没谈，我还以为他在缅怀初恋。想想那个朋友圈，大概是一直死对头的季小姐故意让我看的吧，大概仅我可见，真能给我添堵。
你居然还记得当时我在，这记忆也太好了吧！不想你误会，为什么不想我误会？我继续追问。沈鹤棣好脾气地说：“因为大概很早之前我就喜欢你了。大年夜吃完年夜饭，我们一家在看春晚。我偷偷给沈鹤棣发微信说：我想你了。过了几秒钟，他回复说：沈家宴会还没结束。我也没打扰他，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和父母聊着天。大概半个多小时，听到微信响了。沈鹤棣说：我在大门。我有些惊讶，刚不是说年夜饭还没结束？我问他我家，他消息很快，不然我跟爸妈说了一声就出去了。我跑到他面前，不是还在忙？沈鹤棣看到我只穿着毛衣拖鞋，直接把我抱起来放到车里，把车中备用的鞋子衣服拿到我面前。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是不是思服心切？那群人哪有我的男重要？你说想我，我恨不得马上飞过来见你。沈鹤棣说带我去看烟花。我跟父母报备了一下，时间在倒数10、321。楠，新年快乐，岁岁年年。你也是，新年快乐呀！有你在的岁岁年年，自然快乐。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